现在我就来到了临通岩景区。刚刚啊，我是把车子停在青云停车场。临通岩景区除了自然风光以外啊，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临通寺，因为它是建在悬崖峭壁当中的一座寺庙，就像是悬空寺。从青云停车场徒步到临通寺啊，大概有1.8公里，但是呢却需要1个小时，因为后面一段路啊，全部都是上坡的阶梯。临通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位于漳州市和平县的西南部，主峰海拔1281.8米。临通山的山体是1亿3000万年前火山多次喷发沉积而形成的火山岩封丛地质地貌。这里奇峰怪石、悬崖幽谷、瀑布清泉等自然景观奇特秀丽，古刹名寺、摩崖石刻等人文景观非常丰富，是一个宗教朝圣、访古探幽的旅游胜地。其中以天然大佛头像、珠帘画与千米飞瀑和一座被称为中国南方悬空寺的临通寺，为临通山的3大自然人文景观。听到没有？一路上啊都是鸟语花香啊，这种声音呢会让人的心情呢感到非常的愉悦。按理来说啊，这条路呢是可以走观光车的哦。如果说是团体来的游客呢，应该是有观光车来接送。这里还有一个运输物资的轨道，就是靠这个发动机啊形成动力。到了这里啊，就要开始爬阶梯了。刚刚啊是从这边的新路走过来，但是在阶梯的另外一边呢，是有一条老的阶梯。这条路呢，应该是以前呢上山的老路。哇，好累啊，需要休息一下。擎天峰是临通山的主峰，海拔1281.8米，是临通山峰丛地貌的最高峰。擎天峰像是一个平台，从上看呈近似圆形，直径15米，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，能容纳100人。3面是悬崖绝壁，笔直尖削。现在呢，我是要去临通岩，还有300米。刚刚啊，我就是从青云宾馆这里走过来，走了这么久，才走了1500米，因为一路上啊都是阶梯，很难走。往这上面走呢，就是通天台，这边呢就是临通岩。这里有一块刀劈石啊，哇，真的像是用刀啊劈开来的一样哦。其实在这边呢，还有一块更大的，你看，像不像是刀劈的？这下面呢就是悬崖峭壁哦，非常的危险。这边的阶梯啊，又是往下走了。等一下往回走的时候呢，又要上阶梯。走在这崖壁上啊，风很大，空气非常的清爽。哇，通天台快到了。哇哦，通天台，这上面的视野啊，相当的开阔。终于到了，临通寺就是在这里。雷神，巨灵石刻高2.5米，宽1.3米，在林字中间镶嵌着一个巨字，表示巨灵。巨灵石刻的旁边有石刻作者曾纪美的墓地，他游玩临通山后自选墓地于此。但因临通山为多雷区，曾先生为遂心愿，别出心裁，便刻此石符于此。
这一排井呢是叫做七井排心，在灵通寺的旁边有7口井排列着，泉水为基岩裂隙水类，受下部岩石阻隔，有7股细流沿水平层裂隙溢出，排列如北斗七星，而得名七井排心。井中清水如注，纯净干裂，水位虽不满尺，却有逢涝不易、逢旱不枯之奇。据传，八仙造了灵通17井之后，余兴未尽，为了激励后人，当即开凿了7口泉眼，涌至黄道周、徐霞客、林汉、陈天定、陈阳美、张仪栋、张世良7位贤士。灵通8井祖诗中有一首《古井排心赞道》，泉源出自石中金，7井同甘一样清。若得宜其来世饮，宾心不愧古人民。灵通寺的前方原本是有珠帘画雨一景，只是要恰逢雨季才有，所以非常可惜，这次欣赏不到了。灵通山又称大峰山，在明朝有一位文学家名叫黄道周，他在大峰山岩题下灵印感通4个字后，人们就开始把大峰山称作灵通山了。从远处看过去，灵通山高耸入云，山势雄伟，山峰千姿百态。古人有诗云：谁云岷山无胜境，此峰秀特志难天。杨柳甘露，滋润心灵。这边呢还在维护当中。这就是坐落在悬崖峭壁当中的灵通寺啊，不过呢它是钢筋水泥结构的。这下面的悬崖峭壁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惊险。上灵通寺朝拜需要走这条临时搭建的梯子。灵通寺是隐藏在灵通山深处的一座悬空古寺，它位于主峰擎天峰海拔920米处。据说最早始建于唐代。这座寺庙跟衡山悬空寺一样，也是悬挂在峻险的山腰上，坐东朝西，面对着漳州第1高峰大秦山。这里的风景可谓是闽南胜境。灵通山的这座悬空寺虽然没有衡山悬空寺那么有历史感，不过惊险度还是有的一比的。站在悬空寺上，给人以登高居险的感觉。灵通寺的建筑靠着10多根柱子支撑，下面就是100丈深渊了。相信每个来到灵通山的游客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到。不过这座悬空寺建筑风格却是很现代化，都是钢筋水泥的结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重建的。寺有1000年，后人重建。寺庙上面有突出的岩石挡住，真的是一个天然的好地方。古人在选址方面的独到之处，不得不让人惊叹。灵通寺是养在深闺处的一座小型寺庙，如果是在有云雾的时候来到这里，会觉得它仙气飘飘，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。很多来灵通山的游客都是专程来灵通寺烧香拜佛的，香客可能比游人还多。灵通寺跟其他寺庙相比，规模并不大，但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庙不在大，心诚则灵。